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有关于荷兰留学生在荷兰找工作时可能会面临的3大困难。如果你是留学生，正在考虑在荷兰工作，一定要看看这支影片，了解一下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嘿，大家好，我是小云。我相信很多来荷兰留学的不单单只是为了考取那一纸大学文凭，对吧？更多的是希望在毕业之后能够留在这里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有些甚至希望最后可以申请欧盟永久居留，就是在不用放弃自己原来国籍的同时，也可以有机会到欧盟任何一个国家居住，这就给了自己多一个选择。我在这之前也做过好几支影片，有关于荷兰就业市场现在的真实情况。但我发现即便我告诉这些留学生在荷兰找工作的难度比他们想象中要低很多很多，他们还是会非常焦虑，总担心自己毕业后会找不到工作。所以这一集将和大家讲得更详细一些，真正的难度到底在哪里和如何去跨越它呢？荷兰之所以每年都可以吸引到大量的留学生，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的大学学费。荷兰的大学学费算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国家，但这也意味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竞争也相当的激烈。你将与来自世界各地有才华的求职者竞争同一岗位，而且来自欧盟国家的留学生在荷兰完成学业之后，他们是不需要申请额外的工作签证，就可以在这里申请工作或从事全职工作。再加上荷兰自己本身就有当地的大学毕业生，这使得国际留学生的就业竞争变得更强烈了。再来的就是语言障碍。荷兰虽为一个多语言国家，但荷兰语在工作场所中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许多工作岗位要求良好的荷兰语沟通能力，即使现在有很多企业不太在意你是否会说荷兰语，但是当有2份拥有相同学历的简历放在眼前，他们的经验都不相上下，但一个会说英语和荷兰语，而另一个只会说英语，那试问你认为老板会选择哪一份简历呢？你别感到惊讶这里有很多人都拥有和你差不多一样的简历，就是你们的学历和经验都大同小异。所以我每一次都强调，要在荷兰生活的轻松，要在求职期间获得更多的选择，你就要学会说荷兰语。在这里能用荷兰语沟通其实非常重要，会说荷兰语可以带你走得更远，而且路也会比较好走。最后一个我认为是最大的障碍，那就是工作许可和签证的问题。虽然在荷兰的留学生都有一个叫做 Orientation Year for Graduates， 它允许国际留学生在完成学业后，可以在荷兰继续寻找工作的时间长达1年。但这1年结束后，想要继续留在荷兰工作，老板就需要在荷兰移民局申请工作许可，以证明他们雇用你的合法性。所以在你申请工作许可和相应的居留签证时，你需要提供一些文件，这包括工作提案、雇主的注册信息等等。但整个过程可能涉及一些复杂的法律程序、文件和荷兰工资标准规定的考量。就像如果你是在 search year 期间找到一份可以为你提供高级技术移民签证的工作，那我觉得你是相当幸运的，因为你适用于税前2630亿的薪资标准。可是如果你没有找到，那你在search year签证过期之后，想要再找荷兰的工作时，如果你是30岁以下，那你的薪资标准就是每月税前3672。30岁以上就是每月税前5008或更高，这就造成了有些公司因为这些薪资规定而聘请作罢，这也增加了大学毕业生的求职难度那在荷兰的国际留学生如何能够在求职中脱颖而出，提高自己被公司录取的几率呢？我们又如何可以让自己的简历多加一分优势呢？我认为第一就是增强自己的语言能力，这不仅仅只是英语也包括了荷兰语。会说荷兰语除了可以与同事合作的更流畅之外，也多加了一分你被公司录取的机会。
很多人说学新的语言太难了，没有时间等等，就是特别多的借口。但在这里我想告诉你，没有什么是我们人类学不会的。如果真的没有时间，你就 make time for it。 在这里没有你想不想，只有你要不要。第二就是打造个人品牌。所谓打造个人品牌，就是展示你的专业背景、技能和经验。这里包括分享学术成果、实习经历、参与过的实习和志愿者工作等等，这些都可以树立你的专业形象。我之前就说过，在荷兰找工作，经验比你那一纸大学文凭还要重要。这里的生活是现实的，只要你能够成为企业的 asset， 你能为他们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你能带给企业他们想要的技能、经验与能力，那你被成功录取的机会也就非常非常高了。最后一点就是了解行业的趋势，跟踪你所有领域最新的趋势和发展，展现你对行业的热情和专业知识。对于公司的财务报表，你一定要有所了解，因为它可以让你知道这家公司的现状与未来。在面试中，你可以对面试官提出有关于该公司的发展和前景的问题，这样你也将展现出自己的自信、积极的态度和你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在面试时，你千万不要害怕发问哦，这些都可以让你的未来老板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好，以现在荷兰就业市场的情况来判断，不管你是新留学生还是即将毕业，你都有很大机会能在荷兰找到一份工作。它或许不会和你读的专业完全对口，但找工作的难度绝对比你想象的容易许多许多。我最近就有挺多朋友告诉我，他们公司都在招聘，但是就是请不到人，收到的简历简直少到都让他开始怀疑人生了。我个人觉得，很多之所以面试不成功，最大的原因在于缺乏自信和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里说的是自信，并不是自负哦，这两者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多参加一些和自己领域相关的课程或培训，都可以增强你在这里的竞争力，也可以帮助你成长哦。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来荷兰留学大概的费用是多少，你可以参考我这支影片。我是小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